孟云成是这世间最好的男儿，他13岁编入了官场，16岁领兵出征，20岁做了最年轻的大将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与我有婚约在身，而我满心欢喜。待到提亲那日，高朋满座，觥筹交错，却独不见他的身影。丫头莫要担心，他今日奉旨巡营，不时定会归来。只怕云成哥哥不愿娶我。怎么会能娶到绵绵这样的夫人？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样的福气谁爱要谁要。虽是一起长大，但我只把赵姑娘当作妹妹，这亲不能定。胡闹！自古儿女婚姻父母之命，感情的事勉强不来。父亲喜欢宋姑娘，不如自己娶了的好。我今生今世只爱锦绣一人。提亲之日被退，宋姑娘名誉扫地，只怕不好嫁了。什么名门闺秀，竟抢不过一个卖唱的戏子。自小一起长大，如今他不顾我的名节，更不在意我的脸面，也无所谓。我曾朝思暮盼，爱着他的10年。话已带到，接下我们走。站住！怎么，宋姑娘还有话要说？打我！若你对我无意，早些退婚我也并非不会答应。可你非要在这种场合带着戏子来打我宋家的理，于情于理受的不冤。平日里乖巧可人，不曾想是个烈性子。好，那就当是我对不住你了。如今你打一打，我可以走了。不过是10年的单恋，若你无意，我自能放下。可当我身陷险境，却是他不顾一切前来营救。小姐，快救救小姐！一念，将军，你说过今日要陪我看首饰的，改日再说，你先回去。一念，别怕，我来救你。我随马车跌入山林，他亦不顾一切追了下来。可伤到哪儿？吓坏了吧？你流血了。不怕，夜间常有野兽出没，我得寻个回去的路。他还是这般护着我，一如从前。怎么了？我看不懂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？你我自幼一同长大，我疼你护你宠你爱你，可你还是在定亲那日带了别的女子前来。我生在将军府，一切由父亲安排，20多年从没有一刻能自己做主。我讨厌被人操控的感觉。你我的亲事是赵将军定下的，所以我不能接受婚姻大事，我要自己说了算。我虽心里有你，但今生也只能负了你。知道了，就送到这里吧，皇后不必再接。抱歉。我要嫁的男人心中绝不能藏着别的女人。做什么？10年深情，我不信你真对将军死了心。那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你因极生恨约我前来，为报复将我推入湖中，如此，你猜将军会如何看你？不知所云。总是逃不过，躲不过，爱是如不得。我不该与你争夺将军，腹中已有骨肉，还请宋小姐手下留情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与我无关。话也说得明白，你有怨气冲我来，何必伤及无辜？是他自己挡了我的去路，是他自己纵身跳入湖中，是他。你是说他不顾3个月的身孕，跳下湖中只为冤枉你，图什么？我知道你爱慕我10年，一切都与你说清楚了。无论你怎样深情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，需要再做你害人害己。你不信我？我只信自己眼睛看到的。不可理喻。我答应娶锦绣为妻，她又怀了我的子嗣。相比于你10年深情错付，她才是胜利者。她有什么理由用自己性命来害你？她能得到什么？宋绵绵，说谎的时候也动点脑子行吗？我是否失败，不由你来评判。是吗？问问自己，真的放下我吗？
我是否放下都无所谓。可你那未婚妻子若再不捞出来，可就真的没命。救命！将军，救我！说锦绣和腹中胎儿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必饶不了你。将军也太欺负人了。闲谈这么久都没死，苏锦绣水性不错啊。都被当众退亲，还与人纠缠不清，我再有下次，老夫便没你这个女儿。宋家乃是清流之家，父亲怕我败坏家风，命我装病离京休养的那日，苏锦绣再度拦下了我的马车。我的孩子没有了，但是你自作自受。若非将军心里还惦记着你，我又怎会如此？你和赵云成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连强词夺理的嘴脸都一模一样。不过我离京之后，一切也该结束了，我不愿掺和你们的未来。来不及了，我要你一生一世与我纠缠。你在说什么疯话？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若你此刻离开，将会成为他一生的怀念。我非要毁了你，让他对你厌恶至极，让他彻彻底底的放下你，才会与我举案齐眉。疯子，让开！小姐，请随小的回去。父亲说了要我出城，要您回去也是大人的意思。沉了！父亲要我求他娶我。你和赵云成在山崖之下共处之事，传得满城皆知。若不结成姻缘，败坏宋家名声，你的兄弟姊妹该如何议亲？可从始至终，女儿并无过错。最终为了亲族颜面，为了尚未成亲的妹妹，不得已找上赵云成。事情闹成这样，你还有脸来？求你娶我！你说什么？求你娶我！果然让锦绣说对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我没有。你记恨锦绣怀了我的孩子，将她推入湖中，险些丢了性命。为了逼我娶你，还将我跳下山崖救你的事情传得人尽皆知。一个女子竟是如此不知羞耻吗？那不是我说的，我已经决意离京。除了你，还会有谁知晓？我不讨厌谁，但讨厌事事都由不得自己做主。若非父母之命，或许我会爱上你。可事情闹成这样，你若不娶，众口铄金，我也活不成了。宋绵绵，成年人的事情，胡闹并不能得偿所愿。你是生是死，我不在意。你是我夜半双人，你赠我清醒的疼，再用尽气氛，余生用梦来重温。若我死了，被逐出家门，便不会连累家人了吧？再入轮回，生命也还算公平，允许我深入想念的足底。当心！世间漫天飘零，却如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为何如此想不开？你是他的心上之人啊！抱歉，我可以前来宫里的御医为夫人诊治。宫里的御医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说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必饶不了你。王爷，我去砍了这小子。罢了，到底是他心上之人，若真如此害你远命，我亦不会放过自己。将军怎么把他带回来了？他受了伤，命在旦夕。他那件事传得沸沸扬扬，毁了将军清誉，这个结果也是他咎由自取。闭嘴！将军凶我，我与他之间并非你看到那般简单。总之，你出去吧。将军，出去！心生为何都能面奔过。夫人身体无大碍，只是颅内有淤血凝结，恐怕有失忆之症。他何时能苏醒？就在今日。也好，忘却前尘，我们或许就可以重新开始。江南雨潇潇，默默抚朝朝，万世间已老。你是何人？我为何会在这里？绵绵，我是你的爱人。你怕我？不是。你的药好了，我去给你端来。为什么他口口声声说是我的爱人，可当他靠近的时候，好痛。将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当初说了绝不会娶她，如今又将人留在府上。我从前退婚，只因不喜欢爹娘为我安排。或许失忆也是天意，老天爷都想给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。现在与他厮守，难道就不是父母之命了吗？不，我是在违抗父母之命后，凭借自己的理智选择与他厮守。那我呢？我可许你为平妻，再没有奢求太多。别忘了，若无我照拂，你不过是个卖唱的戏子。人皆言戏子无情，可与将军相比，我自叹不如。为什么裸肉啊？我是你的爱人啊！不，你不是。
我身世浮沉，无谓害了天地任我闯，只在等雨拨开人海来到。你记起了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记得，但我确定你并非我所爱之人，我不能留在这里。你放手啊！你是我的人，要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。咬我！你的家人已经不要你了，如今又失了记忆，只有我能收留你。劝你不要不知好歹，挑战我的耐心。你别过来！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？我要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这京城之内还没有我到不了的地方。大放厥词，找死！放手！与本王动手，这才叫找死！胆敢自称本王是谁？本王是谁与你无关，但听众人所言，你应当并非绵绵两配。本王要带他离开。就算你是王爷，也不能不讲道理。想带他走，总得问问他自己的意见。好啊，跟我走吧。我才是你爱了10年的人。绵绵，我不会害你。宋绵绵曾在我身后苦苦追求10年，你为了与我成亲，不惜败坏自己的名声。你与锦绣争风吃醋，还弄掉他的孩子。你那么爱我，他真有跟别的男人走吗？你想死吗？绵绵，你看看我，我是云城哥哥呀。我记不得你，你说的一切我都不记得。那就遵从本心，遵从你爱我的本心。若要遵从本心，我跟他走。宋绵绵，胆敢再进一步，杀了我乃朝廷命官，战功赫赫的大将军。就算你是什么不知名的皇亲贵戚，没有杀我的权利。当真是少年无畏罢了。你认不得本王也无妨，且去问问你父亲吧。父亲？绵绵不怕，我们回家。家？他为了嫁给我大闹一场，宋大人与他断了亲，如今他没有家了。无妨，那本王就给他一个家。愿意做我的王妃吗？我记不得过去，一切皆由你做主，不是吗？只要我在一天，你永远都有得选。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喜欢你。那我也愿意做你的王妃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你喜欢我。摄政王李成歌，连皇帝都要敬他3分，为何我从未听过此人名号？我倒是有所耳闻，早些年南诏进犯，差点攻破皇城。那年才16岁的王爷领兵出征，收复失地，风光一时。后来呢？后来不知为何突然自请回封地，沉寂了许多年。王爷今儿个早上请旨，求娶宋绵绵为王妃，将军还是休要惦记她了。不行，最爱的人是我，他爱了我10年，怎会轻易爱上旁人？我要将他夺回来，一定要夺回来。你这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绵绵，你最爱的人是我呀！我自知比不得摄政王位高权重，但也不想你日后恢复记忆，为此后悔。赵将军可知，有些伤口，就算愈合也会留下伤疤的。你想起来什么了？我虽记不得从前，但靠近你，心中便会疼痛难当。想来，就算曾经真的深爱过你，你也未必好好待我。既如此，失忆便是天意，我也该放下才是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想说，我却未必非要听。既然是让我糟心的回忆，那便不提也罢。绵绵，我马上就要成为摄政王妃了。王爷脾气不大好，为了自己的性命和前程，还望将军三思。凭什么你轻易放下过去？凭什么你离开我就能飞上枝头？凭什么？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。看看这陈设，可还喜欢？为何将我移来这里？明日大婚，要从此处出嫁，回去你在此将就一夜。直到你回来接我，便不委屈。我当然会来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王爷怎么还没过来？许是有事情耽搁了，不急。他来不了了。怎么又是你？宋姑娘并非清白之身，怎配得上王爷之尊？你胡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何曾失身？当日你马车受惊跌落山崖，是我抱着你下去。确有此事。我们于山崖下私定终身，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。你为了叫我娶你，还将此事传得人尽皆知。你胡说，才不
是我家小姐传的，而且只说共同跌落山崖，没有那些子破事。和他一起在山崖下的是我，有没有做我不知道吗？难道我真的失了身？反正你失了记忆，还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王爷待我极好，若真如此，绝不该堂而皇之的做他的王妃。皇帝下令撤回对你2人赐婚，摄政王这个时候没来，怕也是有了悔婚之意。绵绵，只有我会不计前嫌的娶，跟我回去吧。不要！你这种残花败女，还真以为摄政王会要你不成？他要不要我，我都不会要你。你口口声声说着爱我，所行之事却无一不在重伤于我。就算我失了记忆，也并非连智力也一并丢掉。你这种人不值得托付终生。没得选，我可以选择一个人独活，也可以选择死，但唯独就是不会选择你。爱我身世浮沉，无谓害了天地任我闯。世道艰难，我不信你一个女子能独活。世道就算再艰难，你这样的人也做不了我的保护伞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宋姑娘没我的庇护能活成什么样。慢走，不送。早有一日你会回来，跪着求我娶你。小姐，咱们怎么办？我想离开这里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愿意，奴婢永远陪着小姐。收拾东西，走吧。可咱们真的不再等等王爷吗？接亲的时间已经过了，若他真有心，这会子也早该来了。万一被什么事情耽搁了？何况无论我是否真的失身于那白女，如今的风言风语早已将此事定了性。他待我那么好，我怎能让他平白遭受牵连？更重要的是，失忆如同重活一世，我不能永远都指着男人生存。王爷，听路人说午后见着宋姑娘带着行李走了。宋姑娘也真是的，怎么不就晚了一会儿吗？多等等都不行。中途可有人来过？哦，赵将军来过，不过气呼呼的走了。是我不好，定是因为赵云成带来的风言风语这套胡思乱想，而我又被困在宫内，不得脱身。传本王命令，不计时间，不计代价，务必要将王妃寻回来。还有，属下该死！寻个由头将赵云成革职查办，可叫你功过相抵。是。后来我于江南定居，做了这方圆百里唯一的女先生，上至闺阁小姐，下至路边乞儿，只要肯读书的，我一概收入学。闺阁小姐也就罢了，这穷苦人家的女儿读书有何意义？又不能科举翻身。这世道对女子太不公平，她们的选择本就很少，读书不为功名，不为翻身，只为遇着事情可以明辨是非，有坚守本心的勇气。不懂。那你就多读几本书。我庆幸自己虽然失了那糟糕的记忆，却还记得自己曾经的学识，也有个安身立命的本领。虽然不懂，但小姐开心，我就开心。1年来，我每日都活得很充实开心，可唯独惦念着京城那唯一对我好的人。只是可惜，恐怕今生再也配不上他。今日15，街上有花灯，小姐一起去看看吗？可以。那边还有大的，小姐快来啊！你慢着点儿。抱歉。你的确该说抱歉。王妃，你叫本王好长。王妃，你叫本王好长。王爷，你当初何故要走？我怕自己配不得王爷。配不得的人是我，一直以来心心念念、谨小慎微的是我，最害怕失去的也是我。啊，王爷，你将他忘记也就罢了，怎么将本王也一并忘了？求天尊保佑，先生不再发抄写，不再打我手板，不再……下签。你求了什么？我明日就要出征南诏，看天尊的意思，怕是此行危险，再也回不来了。那么危险，不去不就好啦？我想万民供养，必要护万民平安。那我跟你交换。上签。新女月日哀手板，夜夜罚抄写，换小将军攻克敌军，大胜归来。我不记得了。可我记得，我回京后便去找你，可你随家人远赴外地上任，待你父亲得诏回京之时，我又去为先皇守灵，不得已错过了这些年。绵绵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跟我回去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京城之中风言风语，你知道我不在意这些，谁胆敢妄议，我将其一并治罪。你堵不住悠悠众口，那就不回京，你想去哪儿我就陪你去哪儿。可是我若真是不解之身，又怎配得上你一腔深情？还有什么？没什么，总归就是不行。王爷，人又跑了。无妨，知道他在哪里就好，本王有的是耐心。
王爷，你怎能坐在这里？为了剑，只能如此了。王爷应当知晓长庆当日京城中的传言。知道你还在气我那日来迟了，实在是皇兄将我困在宫里，死活不许我外出。我翻墙出逃去接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走了。我没有在怪你，只是若正如传闻所言，又当如何？传言？怎么了？我不解之深。年轻的时候遇见个垃圾也没什么丢人的，那不是你的错。可这世道对女子的规训，男子尚可三妻四妾，本就不公平的规训，何必在意？无需扯什么旁的理由。宋绵绵，你只说分别这一载，你心中可惦念着我？清白我不在乎，家世门第也无所谓。说你从未惦念过我，我必不会纠缠；说你也有同样的牵挂之心，便是未来之路千难万险，我亦甘之如饴。可有念我？日思夜盼，惟愿君安。您决定回京了？他待我很好，我不能让他为我放弃那么多。只怕您回去又要受委屈了。他一心为我，便是受些委屈也无妨。也是，王爷绝不会叫小姐受委屈的。不对，现下该称呼王妃。胡言乱语。居然找到这里了，果然被革职后清闲得很啊！我知道王爷位高权重，也知道此番针对我不过是为了帮宋绵绵复仇。可你一心一意相待，不过是个水性杨花、人尽可夫的女子。她纠缠我10年，为了嫁给我不惜以色相诱。您何必非要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啊？她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京中所有人都这么说，她父母都不要她了，王爷不知道吗？可我认识她是在流言蜚语之前。看在你父亲战功赫赫的份上，现下本王还愿留你一命。说再要生事胡言乱语，你这条命也不必要了。凭什么？我现在一无所有，却要成全你们2人？他毕竟爱我10年，只要我以死相逼，他定能与我和好如初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忘了我，但那毕竟是你最好的10年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定会将这世间最好的一切都付来给你。对我而言，最好的是李成歌。云面，无论从前有怎样的孽缘，都结束吧。若你不肯回心转意，我便死在你面前。那一刻，我终于忆起了曾经。从前那么爱我，真的舍得我去死吗？成年人的世界，胡闹并不能得偿所愿。赵云成，你是生是死，我不在乎。可事情闹成这样，你若不娶，众口铄金，我也活不成。臭绵绵，成年人的事情，胡闹并不能得偿所愿。你是生是死，我不在乎。你是生是死，我不在乎。我想起来了。这样恶心肮脏的过往，不如不要相信来的好。人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，当初不愿娶你，不过是为了与爹娘抗争。我曾对你的好，你都忘了吗？你的好我记得，你的坏我也历历在目。那是因为你口口声声说不想事事被人安排，可13岁入朝为官是赵老将军的安排，你没有拒绝；16岁带兵出征是赵老将军的安排，你没有拒绝；后来的几场大战全是赵老将军为你出谋划策，你也没有拒绝。唯独在对我的亲事上，你想说自己做主。绵绵，我以为你懂我的无能为力。懂你？我当然懂你，你心里算得太过明白，对你有利的安排你一概接受，又受不了旁人说你所得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有个好父亲，拼命的想证明自己，想摆脱父亲的束缚，却又不得不承认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只有我。你也是对的，但拒绝娶我，让我颜面扫地，一次次的重伤于我，既满足了你反抗父亲的心愿，又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。你心中岂是如此想我？自私自利又畏首畏尾，好大喜功又资质平庸，可不就是你吗？让我一无所有，你也休想好过。宋绵绵，我要你跟我一起死。时针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还是晚了一步。只为能找到你，万物被重新命名。本王说过饶你一命，看你自己寻死，偏怨不得旁人。王爷如何处置？赵老将军一生为国征战，不该为他留下污名，将此人丢去山里喂狼，回去只说他因公殉职，尸骨无存就是。遵命。吓到了吧？我想起来了，我与他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以为你想起我了。都想起来了。
将上上签给了你，我当真挨了1个月手板。自己偷懒不好好读书，还赖上我了。后来我随李长歌回到京城，做了风光沦陷的摄政王妃，而当初与我断亲的家人也再度寻来。宋家又派人来了，问您什么时候回去坐坐。我最痛苦的时候，他们与我断亲，将我抛弃，如今再见也没什么意思，还是算了。听说苏锦绣死了，被赵夫人派人活活打死的。这些也不必说与我听，他们的生死我不在意。那王妃在意什么？我在意的唯有眼前之人。你已有身孕了，不必日日来迎我。腹中之子，我帮你回去。和属于你们的将来。